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新店人靠近哈，这是3号牌的朋友哈，怕你们点进来选错哈。今天这个影片是3号牌的朋友的影片哈。好，那因为现在这三选一的影片，我都要分在不同的天啦哈，来做拍摄。来做录制哈，来做解牌，所以我觉得感受到的能量差很多。那我有一个感觉，好像不适合再让3个影片都3个解牌的内容放在同一个影片哈。我觉得那个能量的感觉好像会有点混沌在一起哈。其实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直的困扰啦。所以从这次开始呢，我将3个影片都分开在独立的三个拍放在3个不同的影片里面，让你们去观看。选择上虽然会有点小麻烦，但是慢慢会习惯哈。这样子以后你们选牌的一个顺序呀，系统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习惯出来了哈。那就再麻烦各位。好，那这今天的3号牌的题目哈。好，那如果你要去看1号或2号牌的话，你可以到下面的连结里面去看哈，下面有连结。好，那我们写上来的朋友，那我们就开始咯。来，好哈，那我们一样先把牌放回去哈，然后我们要从第一个牌阵开始。第一个牌阵我们就还是先用这个，我们先把它5个能量的架构先翻出来哈，这个5个能量架构是我们大概比较早期啦，好，频道比较早期常用的方法，但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哈。好，来抽5张哈。哦，跑掉了哈，再一次。好，先把我最习惯翻开的第1张先拿出来哈。好，然后我们再从其中去发散出讯息哈。来看一下这张，不得不说跟我预测的方向差不多哈。因为今天这组牌一开始我就觉得有一种沉重感哈，虽然新恋人靠近，可是我觉得这一份靠近，我在翻开前的时候，我就在琢磨说，这个能量似乎是靠近的，可是正在面临重重阻碍啦。哦，那这组牌叫我翻1-2个东西出来，但我觉得这个要在第2个牌阵里面再翻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就叫我想要。现在就有一个感觉要翻一翻了，我觉得再等一下。我觉得前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理清，因为我觉得前面有一个阻碍，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我必须正视它哈。那先回来这张确实是有告诉我有某种反向的保卫能量，好像需要一些时间去化解掉，才有比较顺畅的靠近。你可能是你们2个人要靠近这些的了哈。有的时候翻开来的时候，我会先去审视我的意不意外的这一份感觉。我翻开的时候，它没有太多的意外，但也没有100%完全如我预期翻开，至少它的逆位让我觉得有点好奇。它的阻挡能量比我想象中的强，但有一个小幸运，是因为它在牌阵的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特别的力量它很像是某一个围墙堆砌在某种不适合盖围墙的软土上面，松的土上面那它在这个牌阵里面比较像是说，现在就下雨了，然后土松了它这个围墙正在瓦解中，基底开始瓦解中流逝掉，所以它慢慢的有点在崩解中，所以我才说这一个你们之间的那个阻碍我们必须要等待它有一点化解、软掉、消失掉，它有一个自体灭亡的感觉在啦
那我们回到你们的关系上，我会觉得他在非常靠近你的位置的时候，心里有某种防备跑出来了。可是他会经历他某种观察跟他附近发生的事情之后，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防备心是不必要的。那我们再往更近一点讲爱情的关系上，就是说，他靠近你的时候，他应该有对他看到你或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对你是喜欢的，有感受到那个喜欢的。那他有一点却步，有一点自我阻碍，不要这么快的接近爱情。我目前得到的讯息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但是这一个自我设限的讯息短，很急速的在消灭中，如果他这一张牌不在这里啦，在我设的牌阵的位置来说，不在这里，他在这里，他在这里或这里，我就觉得这个阻碍会很久。可是还好的，今天在这里他在有一点点像是两个不怀好意的讯息碰撞，你也可以说它是负负得正，但我不会觉得它是这么简化的形容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我们应该要找到另外一个坏事阻挡你们见面，可是有额外的第二个坏事也想进来做来阻碍，可是结果他们两个花时间在争论这一个地位的时候，反而浪费了他们能够阻碍你们两个相遇的空间跟时间。我要说的是，不是什么坏事情要阻碍，而是说，它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能量存在于你们两个相遇之间的那一个缓冲区了。可是他自己自体灭亡所以本来你们见面的时间跟整个情况概念上可能会有点拖慢啊，会有一些负能量产生。可是他现在自己就快速的流逝掉了。所以回到这个人身上，就是说，他看到你的时候，你身上应该有一些很类似的感受，相关于他以前的个人经验、生活经验、爱情经验，都可以某种经验心得，让他回忆起某些不快乐或是伤痕的感觉，所以他有点却步缓慢。可是他立刻就理智起来了，发现自己要醒一下，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完全是不同的时间点，不能一致看待。好，我现在目前感觉到了这个东西是这样。来，我们对于这个概念上，我们再往下翻这个好特别。我往下翻的时候，我心里的问题是：那后来呢？消失掉了，化解掉了，后来呢？牌子不错，就是很多不错的水能量在躁动中然后还有新的容器在填装新的海水能量拉扯进来然后接下来它会慢慢的靠近你之后，它会感觉到是一种雨水的滋润因为风能量的这个能量也出来了温暖的毛毛雨的太阳天里的下起的小毛毛雨的这个状况因为它这个水土能量的打散然后我觉得它被分散在整个空气的湿润里啦所以它会在一个环境里靠近你的环境里空间里的时候，慢慢的感受到它可能是跟你相处的时候的那一种爱的滋润，跟感受到你的人的好跟那一种温馨的感觉，但是是在这里之后还没有开始，是之后会慢慢的进来。但这4张一直有一种你们已经认识的感觉，只是关系没有这么近，因为我看到他感受到他一直有一种两个能量靠近的波动就是边边的波动一直有一直这样子的感觉。那你这里是比较，这是你这里的比较稳定的，然后它每次这样子流动波动进来的时候，它碰到的时候它有一个反弹比较大碰到你反弹比较你这边就只有这样子轻轻的动一下，可是它这里碰到的时候都会反弹会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我一直有一种觉得靠近这样，那你的反应比较小，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很明确的接到他那边的能量的讯息，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表达啦，他还在你附近环绕着，我觉得他还在你附近环绕着，在找跟你更亲近的方法，这是我目前唯一能感受到的一个路径但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先利用第3组牌的方式翻一下第3组牌可以看到比较细，但我们还是轻巧的翻一下
我大概翻一下现在你们的一个距离的一个概念了哈。那到了第3组牌阵翻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瓜分，排斥掉这里的讯息，但我们这里还是先透析，也不能说透析啦，他会在一个比较旁观者的角度先偷看一下，看的东西会比较淡、比较浅，我也会把它解释的比较淡跟比较浅。他在你附近好一阵子了，然后我有点想说，你们在工作上面是有互助的，有一些帮忙的这些，但我又觉得这个能量的方向不一定都是这样哈。但是至少慢慢的，你才会开始觉得它有点重要，或是你才会开始觉得它的存在感有点让你无法不在意。毕竟现在从这里来说，因为这组牌我翻的是比较前面一点，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前面一点哈。它其实在你附近蛮长一阵子了，可是一直跟你保持着某种距离。它也没有很靠近，但是它的出场次数蛮高的在你附近的人里面。他一直没有很靠近之外，你确实也不太看得到他，因为他一直被模糊躲藏在其他的人群里面。讲一个最简单的形容，就是他对你现在来说，他是谁的朋友，就这样子而已。你跟他的对话完全不深入。完全不深入，也没有深入的对话，只知道他是谁的谁，就这样但是他没有直接觉得，这里没有直接觉得是工作上的还是朋友圈上的，这里没有说，所以我说这里我会用比较淡的方式讲虽然已经有一点意向说有一些工作上的连结，但我现在没有要去完全证明是工作上还是朋友上，我只能跟你讲，他跟你的关系的概念上就是这样，就是他混入了你认识的人里面。你现在的概念上只会觉得说他是谁的朋友而已，就这样而已，一种他人的附庸，他人的附属。那你一直没有完全以他的方向，完全认真看待他在你视野里出现的时候，或是没有注意看，你觉得你不聚焦在他身上了你没有聚焦在他身上。但他已经走到了很不错的时间点了，跟你靠近，跟你表达，或是让你感受到他对他有好感的时间点，已经进入了那一个时间区块了好，那个时间区块多长，这里没有看到啦，但是已经进入了那一个时间区块，就是你们两个能量开始会有比较好的联动，或是感受上的那一个区块力了啦。但是能量上根本还是很小啦。主要是你们两个还不对齐啦，感受他还不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就对了。好，那么这里好，在最远的讯息可能就是说我要接收100个讯息来说，在一个绝对是第100个才会到的讯息，这边最远最靠近的讯息说目前他所能觉得的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能量，只会先呈现在他在你附近盘旋的状况，环绕盘旋很像呼啦圈啦有一个一直在你附近旋转的呼啦圈的概念这样子。这是现在最好的状况还没有太远的未来式。那这是现在最好的状况讲。会有一段时间变弱。因为这里有一个上上下下起伏啦
目前是变弱中哦，所以可能这一阵子，我觉得你不会意识到，这阵子它会减少出现在你附近出现的次数，但不是他故意的，是他有别的。不知道，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能量的起起伏伏了哈，它就是这段时间就比较难高频率的出现在附近，可能有很多原因哈，可能也离不开你身边，也没有什么理由离开你身边，然后也没有必要那么积极，也没有积极的方法靠近方，就是刚好就进入到一个能量比较弱的状况，那他的态度上就会觉得，无所谓靠近跟无所谓休息的状态了哦，所以但是以能量的看起来，就是这段时间会有点消弱中，好，但是还是在附近哦，那就只是在你不知道的状况下，它可能比较少出现个几个月，其实你感觉不到哈，你感觉不到。那它这个不出现，也有点像你在网络上也不太看得到他 po 的照片，即便他有 po。会这样子哈，那有点疏离感，最近会有点疏离。这个状况还是可以翻一下了哈，我翻一下，就翻个2张看一下哈。这个算是比较支线观察看一下，我觉得他没有。哦，这张已经出哦，一样2张都讲一样，好就讲完了，就是我说的那个，好，就是我说的那个哈状况。比我觉得疏离的再远一点而已啦。哦，我觉得我说的比较淡一点，可是它远了一点，比我想象中的再远一点。好了，没关系，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周期性啦，它就在上上下下，刚好现在是在下坠的状况。好，没关系，这个就先摆在这里。那我们来往其他的角度看呢。哦，你看吧，我刚这里才说他已经走这里了。因为他已经走到了跟你互动比较频繁或感受上比较强烈的一个时间区块了嘛。好，以我们现在所踩的土壤当下所在的位置来说，除了命运之轮之后，他所诠释的是，他不只是已经到了这个比较好的时间区块了，他还已经在这边进行好一段时间，这样已经比没有进入这个时间区块前的状况跟你们的关系已经好非常多了。好，在他的角度上来说，进步了非常多，可能是他内在的进步，跟你互相互动的进步，跟他是他观察你、了解你的各方面的进度都已经有至少成功了一半，收集到了一半。哦，如果他这整个进程是要跟你告白、表达对你的喜欢的话，他已经走完一半了。好，所以他对你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一定的观察。那只是啦。他在这整个靠近你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我觉得他内在有一个需要自我成长的一个阶段，就是对于在你面前比较能够具体表达他是谁，他对你的感受，跟他们建立跟你的关系的一个确定性，这些他都还没有开始啦齁。我觉得他还像是还是算是躲在他的朋友后面里面去暗恋着你。如果我们要最淡的形容，就是暗恋着你，观察你这样。但是他的内在的意识并没有他的意愿也算，并没有只想让自己停留在暗恋的状态。他相信，或是他觉得你们有越来越靠近，然后他好像有某种直觉，知道你们是有机会交往看看的，就是他可能观察各方面的。我不觉得他是不是有种自信啦，可是他有某种把握，觉得在他的我就不一定是想象在他的推测里面，你们交往看看应该是也算是会有不错的一段。好，会不会到确定关系或者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说你们是可以试着交往看看的，应该是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看到是这样来。因为有些牌已经翻掉了，我翻一下别的。好了，我对他先翻一下。
真没想到，果然，我还一直在想一件事哦，因为这里开始顺利了嘛。可是这张牌原本说的消弭的那个墙其实是还在的，它还没消散中哈。然后我在这里一直在寻找是什么，可是牌面很顺，没有那个讯息。然后我刚前面说，我刚是不是有一段说他可能有之前的一些各种经验哈，家人、爱情都可以让他在非常靠近的时候筑起那一道墙。果然是有，那但是确实也进入了消弭状态，因为他已经在这一张牌的后段了哦，因为他配的是这张，他已经进入了后段了，不在这张牌可起始点。如果这张牌有一个时间轴，它有种接受灭亡、重生、开启新旅程、往新的彼岸、迎接新的日出、初始晨曦、进入新的美好的一天，再重回到零的方式往前走。它有这个时间段，但它已经进入了重新苏醒、重新搭船、跨越到彼岸的这个阶段，主要是命运之轮所带来的这一个时间段的定义。好，那所以它还蛮符合前面说的那一个直觉，就是那一个阻碍墙，我觉得它在消弭中。如果它今天是这样子，我就不会说它消弭中；可是它现在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在消弭中了，因为那一个自固、固步自封自我保卫的能量是瓦解的，是破碎的，是没有实质本质的，是一个玻璃城墙的状态。这样好，那它的这个质量是玻璃城墙的状态易碎的，那就表示那这边只是说它，因为它已经不在那个拘泥里面了，不在那个执着里了。好，即便他在很靠近你的时候，待在你附近很段时间，他曾经又在回忆跟感受到这个执迷跟阻碍的时候，可是他也很快就过了，这已经很快就过了。好，所以整个状态来说，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定义在说，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了啊，现在下半场。好，来，然后下半场中间的一个广告时间、休息时间哦。好，这里出现了他的困扰哦。我2张牌确定一下困扰的节奏跟方向哈，比较轻盈的看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里还不需要我拿出很关键性的讯息哈，只是把它2个方向看一下哦。好了，差不多了。我刚说现在很像是一种上下场交换的一个广告时间停滞状态哈。来，这里说他去冷静一下了，他去准备了他去，因为他现在有一点点像是他觉得他了解的足够了，在他的状态里，他其实并不知道现在是要进入下半场，在他现在的状况里，他只觉得说他需要整理一下各种对你的想法、心境啊各方面，他需要去整理一下，再回来这样。可是有一个小缺陷出现这2张的时候，这个整理的心境的时间短，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短，可能会比我想象中的再长，因为这2张牌的能量它不零碎它是有某种转换的时间先后，但是它的时间感是无限的，它不是一个我能够直觉感觉到的是某个时间段的这样，所以。我前面说它可能会比较不出现在你附近一阵子，这样这个时间段，目前我看起来是没有确定要多久但是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升华、充电能量的一个好状况，因为这一个停滞、这个广告时间、中场休息时间对他来讲，他很需要，不然他对于你的想法各方面，他会没有新的 idea、新的 idea 里面不是说对于如何跟你告白、跟你相处的新的方法手段的新的 idea， 更多是他怎么去得到新的乐观概念跟有爱正念的概念是新的，对他现在状况来讲是有帮助的。这个新的契机要出现那会得到，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会得到，但他需要一点时间，没有这么快。这2张牌定义的时间段真的不快然后，为何需要这个？
因为他目前所感受到的是的一个重大的结论标题是，原来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这样子，所以他必须要去整理一下。好，来，好，一张就好，2张我本来想算了，一张好。这张牌也重复讲了我刚刚说的，原来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这样。那我直接说，他可能需要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所以目前只看这里的话，这段时间他还是会跟你相处，但是他可能不会告白，但是他不会跟你表达他真的喜欢你，或是他不会就跳出来让你知道说是他就是那一个一直在旁边看着你喜欢的人。从能量的节奏感来说，他现在比较像是被推开，自己把自己往后推开了，因为他想要看清楚。那2次的讯息都说，他发现他跟你处在不同的泡泡里啦。然后，他原本自我设限的那一个墙，虽然在消弭消散中，可是也因为那个矮墙慢慢的降落之后，他看得更清楚，跟你的所处的环境、世界、朋友圈各方面背景是有极大的差异的。所以我在想，在某方面来说，他有感受到自己的不足，跟也不能说是无能为力。他觉得，让他坦白一点，他有一点点感受到自己是不是不适合你这样。不是差的不适合，而是他觉得他会不会为你带来新的困扰这些的哈。但他这也不算庸人自扰，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杞人忧天，表示他对自己的自制力蛮强的，他不会一昧的只想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不太顾你的感受。但现在的状况，我看起来他其实算顺利的，他其实随时都有机会对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都是可以的，能量也算不错，虽然不是到完美，但也算不错，可以试看看。但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缺陷感，就是也因为这个机会感没有是比较宽广的，就是他随时跟你表达都可以，状况也还不错，也不会产生什么完全破坏的状况，不会。也因为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有更多的空间跟感受是往自己内心去思考的。反而我觉得这种思考让他把一些可以略过的，可能类似负面的感受，再去把它拆分出更多小细节的问题去思考。想的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必须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之后，才会比较浮现接近的答案的一个时间感啦。不过我们还是要往比较好的方向去看这个人。你们未来如果真的交往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敏感你的所有的情绪反应的，所以你在心灵层面上应该不算孤单觉得不算，他很能感受到你内在的东西，这样。然后他也很慎言，他对于他的表达也是很注重的，很严肃的，不会随意说话不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子是仔细的、心思细腻的一个状态。好。我大概有一个未来式的方向跟情况有在慢慢的浮现中我先不讲，我大概已经知道，我大概觉得应该会有那个状况了等一下我再看一下，真的出现了一个比较能够印证的话，我就告诉你。现在来说你们能够能量结合的一个最好的契机点，让你开始在乎他，跟感受到他的好，或是他在乎你的感受，都是一种心灵上的交流的对话。他不是你们这一组不太像是2个人常见面，一起出去逛街，慢慢从朋友变成好朋友这方面，然后才在一起。你们的节奏不是这种你们的节奏是心灵的对话，到了某种契合点的时候，
起手是比较像是我心里的有些声音，这个人听得到、听得懂、接得住、想关心，差不多是这个方向的时候，会成为你们的起手式。它不是你们两个时常出去，然后感受到两个人的生活方式还不错，节奏还不错，频率还不错，喜好还不错，兴趣还雷同，这个方向不是这个方向。你们是心里某种隐晦的个人的思考，被彼此接到、听到这样子。哦，为何我说被彼此，而不是说被你？因为这里有一个讯息在告诉我说，你们在非常靠近的时候会互相需要的，他也会被这件事情跟你很靠近的时候，发现自己能被你需要，他也需要你，这样子，在更深的理解之后才会有。好，那这一件事情会完全突破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自己内心所觉得的，他跟你是一个很不一样世界的人，但是你们却耳边常常出现同样的声音、类似的声音，是这样子的概念哈。好，但这里有一个小可惜的地方，你们还不太初期不是很适合太长时间在一起腻在一起，你们比较适合片段式的聊天对话，偶尔1-2个小时对话，然后就抓到点之后就可以先解散了。这样，你们是内在心灵的契合、信任对话，好的对话去累积你们对于想要再次见到对方的那个渴望。好，所以你们两个在初期还蛮不会，就坐在咖啡厅里面玩自己的手机不对话。你们只要一起，就会有蛮多的对话。这是你们，我觉得前期，即便是从朋友到试着交往这段时间，都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有共同的语言，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前面一些时间不能让很多时间，一些时间来去确定你们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而且比想象中的多，然后才会再开始展开更进一步的哈。不然一直没有这个心灵的对话，找到共同语言的感觉的时候，即便有喜欢对方，但还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一个对他来说，其实对你来说也会有一种就是完全不同世界的感觉的感受，会有点加强。那我是不担心这件事情啦，哈，因为我觉得很快就会导入到你们会有很好的对话再开始啦。我不是很担心这个，因为我总觉得它底下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在穿梭你们之间，只是要有那个时间点。好，所以接下来这几个月，6到8个月，他跟你的相处里面，他有可能在中段或什么，就会想跟你相处的时候，会想要对你提问，因为他心里会有一些特别的疑问，他特别想要问你。我觉得这是你们开始比较靠近的一个契机点。可是他这个前置作业是，你们已经有一些很普通的对话，让彼此有一些基本的对话次数了，他才会再往里面去一点这样。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才说的6到8个月这个阶段了，大概是这种节奏感，它没有很快。好吧，那第一组牌就这样哈。来，我们来往第二组牌看。第二组我们要看的是，就是内在。我是想看一下内在灵魂的真正的你们两个人相处意义各方面，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灵魂需要这么靠近，甚至需要恋爱或是需要了解这么深的心底状况。因为它会有一个状况是，或是会有一种功课去推动。如果没有，或是没有那个使命感，或是没有那一种自己的欲求、渴望认识这个人，他这个状况出现，你们会接不住或感受不到彼此的重要或是存在感，就是我刚说的存在感，在视野里面会看不到这个人。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这样看，会抽出来是这个人，会感觉到这个人的话，那他一定有其他的内在灵魂的可能任务、义务寻找，或是你们在其他的时间象限里面分开太久了，一直在寻找这个人，可是在寻找的记忆里面是模糊、忘记、暗淡的哈。没关系，我们来看这个好了。哦，好特别哦！我没想到是这2张。好，关系上，你们的关系上会有很特别的大改变。那我们往前推的话，应该就是你们的内在深层对话开始之后，关系上会有一个大改变。其实这张出现2次了哈。那可是这张牌的出现位置跟前一张牌位置不一样，这张牌更加强调就是你们不是平铺直叙，慢慢的相处之后走到了可交往恋爱的位置，而是中间真的是有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我觉得是关键性的对话，打动了彼此心灵灵魂的交流，这样。不过小缺点是，你们中间连接的那一条还不错的，一条线，把你们拉近，拉到有对话这条线。我必须说，它的能量渐渐薄弱了，所以他那边很需要赶快觉醒，把握机会，跟你有更多对话，然后赶快进入深层的那个感觉上。因为整个路径上是有那一个变化节点，只是还是要靠身体去显化到，让自己走到那个位置。所以虽然前面牌面没有那么多对他接下来的能量变化形容没有这么多，但是有某种额外的渴望，是他要赶快觉醒去执行某种靠近你的行动，更多的对话，然后达成我们刚前一组牌的一种心灵交换，让打开了某种你们的内在对话语言的这个门啦，要快一点，要再快一点，不然从这里看起来，那个就像我们看蜘蛛人的时候，他在列车前面挡住列车的时候，然后用蜘蛛网拉着旁边房子，他奋尽全力要阻止车子往前进的那一个力量感，它正在消落中、疲惫中，快用尽能量了。那这个能量的本质上的义务是把你们两个拉近，把它拉靠近，让你们越来越接近那一个好的对话状况。能量上的节奏是这样。好，但无法传达给他，我们只能心有期盼跟好的信仰去想这件事。来。这个我大致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没有特别重要的，我要特别去抓啦，我没有再特别去抓，不是它不重要，是我没有特别去抓它的核心哈。简单解释就是说，他最近确实是要进入一个还不错的上升、扬升、自我升级状况，他现在很需要，因为这个自我升级状况才会让他觉醒到，他需要对你有比较多的进一步的靠近。我们一直都说他并不是前面，比如说那些一些石墙啊、阻碍，那都不是他的懦弱哈，而是他的过度深思熟虑了。所以我才说到这里的某种觉醒，是会让他比较能够轻盈看待这些问题，跟对于未来性的相信未来的事情，就是未来发生的时候再随机应变，我有能力应变，我有能力处理，我有已经知道怎么去应变的这种自信跟能量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轻易的往下一步走。他现在就是还少了这一块哈，他还在过度思考所有的预设陷阱里、预设状况里、预设问题里，这样他在刁难自己。然后一些他自以为很理性的角度，其实都处在一种未知无解的状况。他能对于未知提问，却没有应变的方法，这样，所以他现在还是在那个困扰里面哈。然后他把要成为一段感情跟反正他对于爱情的感觉有点太过条理分明去分配，跟很像是把他对你的感觉用纸笔写在笔记本上排列组合，这样好的感觉、负的感觉，这样哈，他偏向少用直觉啦。所以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你们两个接近之后，内在的语言对话会很重要，会被叫醒，是因为他太
习惯用感官去理解自己的感受，把一些直觉的东西反而理性化去分析，这样。它很像美学，它很像美感。好，美感是一种直觉概念。可是，如果你有念艺术的话，他们又会把美学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分析构图，好，就是布局、颜色，就是这样。那他回到这个人身上，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才说他把东西破碎化的思考太仔细。但有的时候，一份感情的前进，只需要你看到那张画的时候的第一个直觉，在你解释为什么之前的那个直觉。所以我所谓的他的开窍是这一个东西要赶快开窍。好，不用担心哈，时间有在推他往前，他也在会开窍的路径上。只是这组牌有提示说，那一个前进开窍的路径的节奏，比我在第一组牌看到的速度再慢了一些。我第一组牌看的速度太快了，这边说再慢一些。有2个能量告诉我说要慢一点，三个，哦，其实是4个啦，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多了，这样。所以他必须自己要再觉醒的快一点，再加速，不然那一个你们连接的，我刚说的制作的那个能量正在消落中，然后这消落会产生什么？他会不赶快在好的时间点靠近你、理解你、跟你对话的话，他会看你越看越不清晰。然后，即便你们的身体是离得很近的，可是因为中间不清晰起雾了，他会误以为伸手没摸到就是遥远，懂吗？懂这个概念哈？误以为伸手没摸到就是遥远，他会快要进入这个状况。那进入状况，如果真的进入状况，会变成什么？这个周期又要再来一次，他要重新的靠近，重新的相处，重新的找机会，又要再来一次。他现在已经在这个周期里，他不需要再掉到另外一个周期里了。所以对于你们这一个感情来说，现在是蛮重要的一段6到8个月吧。我目前看到就6到8个月这一段。那刚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信息说，也有可能是10个月，因为这里减慢了。好，大致上这里的讯息是到这里。来，我再看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只是通常像我们现在把3个选牌抽成是一个影片一样看，然后每个都讲蛮长的。你要知道它会一直重复诠释同一个概念，那就表示这是这一组牌里面唯一或唯二的讯息。来，我来看一下这个减慢的一个小流程建议看5张，好，5张嘛，这一叠好了，好就105了。迷失中，起雾中，赶快进入中，不要在这个云层里，这样。好，节奏要快一点那我们把这个我这里把这个讯息丢上去，整个集体意识里，看他会不会在做梦或睡午觉的时候、白日梦的时候会觉醒到，发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目前到第2组牌有一个小结论很简单，我用非常轻巧的方式来形容现在的状况。他其实随时可以跟你告白，随时可以告诉你他喜欢你，赶快进入试着交往状况。可是他现在有一种非常重的挫折感跟失败感，引导到他觉得告白等于失望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负能量消失的蛮快的，可是很强。所以其他的能量希望他快速觉醒。让他不要进入我们刚刚所谓的美学形容里，不要把直觉感受用高度的理智分析，赶快顺着直觉前进就好了。相信自己对于任何的表达后，你的反应都有应变能力就好了，不需要那么多。那这里那他会怎么做？可能就要更深究于可能他的星盘各方面的那个就不在我要看的位置里。我只能告诉你趋势这样子。他的状况这样。那好的点是，他确实
常常出现在你附近，可是他不在你容易聚焦的视野里，因为他躲在朋友旁边，这样子，所以他必须也要突破这一个关系的概念，让你比较容易看到他。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啦，所以我们能做的是再等一下他，再等一下他，因为他现在这一个段落里，他有一个自己的提升，蛮重要的。好，第二组先看到这。好吧，灵魂的，我现在把它翻起来。刚刚我说你们关系灵魂有什么任务性这些，其实第三组可以翻，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第二段的空虚感太重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来翻一下牌子，我们要告诉你说你们灵魂为何相遇，题目就是你们灵魂为何相遇，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抽3张，但我先翻其中2张，如果我解答，我就不打开第3张了哈。1、2、3，那你会说为何第三张不打开？它会太杂讯哦。除非这2张的讯息空洞，我觉得没有找到边，我就会找看这里有没有新的破口，这样哦。其实我看到这张的时候，大概已经等一下。跟我担心差不多。首先，我先说他其实只有一次，他只会表达一次。你们的关系会不会进到交往或试着恋爱，只有一次机会，他一次就会决定他会不会要或不要而已了。所以对他来说，他那一个表达对他来讲决定性的强度很强，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前面会思考的这么多了，因为对他来说，他就只会表达一次，有或没有这样。如果被拒绝了，他就以后再也不会再表达了。其实状况是这样。那这个从灵魂的角度来说，他灵魂的韧度跟执着，他只会专注在一次，这是他灵魂的一种强韧度然后目前从灵魂2个人相遇的状况来说，你们2个彼此都有需要获得的灵魂智慧概念。你们2个所拥有的智慧本质、智慧概念，所相信的智慧或相信的信仰其实不太一样，但你们2个是需要互相学习跟互相接近相处之后，扩张你们的灵魂的广度跟对于世界的视野，这是你们两个相遇的蛮重要的一个本质，而这也是你们2个互相吸引到彼此的一个关键点。就像前面我说，你们2个有一个很深的对话到了时候，才发现灵魂的东西有被敲醒，还有一些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对方听得到、接得到、看得到、理解得到、关心得到。这个，但重点不是你们相像，而是因为你们对于智慧的理解在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才发现说自己有一些缺陷需要被对方补齐，互相也在那一刻的时候才把你们给拉近。所以你们的灵魂遇见是有任务的，但是这一件遇见它并没有完全只局限在爱情里，它可能是创造关系。soul mate 好朋友、知心好友都可以，可是这是你们的关系创造的一个好的开端，但你们现在都还没有到这里，因为你们2个没有很好的对话。那2个人能够明白彼此所拥有的智慧的程度、深度，真的要比较接近才好。现在都还没有很靠近，所以要赶快创造这个。那我觉得第3章要翻。好了，我看完了。好吧，不容易。我先说不容易，所以因为其实你的视野里是没有意识到他啦，只有他非常强烈意识到你啦，所以其实你们2个人的关系的往下进展，其实蛮仰赖他的决定跟他的冲刺这样。那很特别今天这个题目的三个号码的牌的内容完全不同。如果你常听我们频道，他发现说其实常常会有一些很类似的状况，可是今天这3组牌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组牌非常仰赖所谓的巧合跟随机性，然后第2组牌是非常仰赖人际关系跟自己的朋友。那这一组牌，你仰赖的是他的决定跟他的冲刺跟他的勇气，蛮接近勇气的那我们为什么讲勇气？因为勇气是连带着害怕，有害怕才需要勇气。平常没什么害怕，需要什么勇气？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一次性的决定跟告白，对他来讲是很慎重的，附加着害怕、恐惧，跟当然也有人性上的被拒绝，所以他必须要准备好很多的结果。当然，更多的结果是被拒绝，所以他必须要审视他是不是在好的时机跟做出好的表达，这样子。因为他其实有一点不理解的方向是，这里看得出来，当你们2个非常接近的时候，你们要进入更高的层次是智慧上的对谈。
所以他现在的害怕跟觉得会被拒绝的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内在不够不足，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觉得他的不足，这样哦。可是他其实没有开窍的点是，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拥有另外一个你需要的智慧。他以为智慧只有一种，他以为能力只有，他以为内在本质的品质只有一种。他还没有开窍到那一种啦，他还没有发现自己可以与众不同于任何人。这个点他慢慢的开窍起来。好啦，那毕竟他没有看这个牌，如果说我会直接跟他这样讲，可以试着这样讲，可是期待他在另外其他的时空里面能够开窍起来，想通这件事。好，那第二个牌阵就讲到这，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牌阵，看一下现况。是比较浅的，比较表象的，就是说他在哪里，他靠近你了吗？然后他跟你的朋友有连结吗？各方面的这个状况，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算对大家比较有趣了但是我觉得他也有点矮板了因为他已经比较离开灵魂的状态，他就比较像是分析现况分析我们的视野所可能看得到的一些物质面的现况这样。来，我看一下要用什么翻。不容易选牌不容易那用这个翻好了，就我把牌阵翻出来一次看完我用非常简朴简易的方式去索取比较简单的关键字给讯息这一组我就不会挖得太深除非真的有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一个转换啦因为它这个网络的，等一下你看牌阵打开的那个复杂度，它就是这个网络了我要认真的看到你们中间有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带领他更快速的进入一个开窍，或是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个连线的贵人之类的就是不要完全依赖他的觉醒跟依赖他的勇气之类的啦。好，来一次翻完好，先这样，其实很多了，还先这样，因为还有，大概还有1/3的位置我真的很需要，我才把它翻出来。看一下，有点杂反光反光的方，这是什么啊？它真的还不在你2个讯息。他还不在你的视野里，但是他确实是在你的朋友圈、人际关系里面一直混在里面。可是他把自己的能量压到非常非常小，其实你很难确定是谁。因为他太像其他人的复制人，或是其他人的影子。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子那你们中间有没有把你们关系拉起来的贵人或是贵事特别的事情？没有，这个讯息全部都在沉睡中那附近有没有好的爱情能量会把你们拉紧？也没有，好的爱情能量是处在一种负面状态所以你最近。你们附近其实感受不到有没有人新的恋爱，有没有在热恋中，这样整个爱情能量在你附近是贫瘠的、安静的状态所以没有外力推动你们这份关系的往前。到目前看起来还是要靠他自己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路径上来看的话，都没有，能量都太短太小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迟到的好能量契机进来。有，但是节奏非常非常慢，我觉得会在你们2个更深度对话之后才会再进来。所以他这边至少可以看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慢慢浮现出来的一个状况，是你们2个变得比较熟悉，对话比较深入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新的高度会跑出来，就2个会变得非常好一阵子，关系会变得非常好一阵子。那
那是到很后面了，不容易。我先说哈，这里我还没看，我光是这个哈，你可以把这一整段总和起来当成是两个彼岸的一个桥，桥的结构很清脆，很玻璃，甚至比玻璃还软嫩，有点像亚克力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是，他能够还在你附近回绕，还在旁边挣扎思考要不要跟你告白、靠近你这件事情，对他来讲非常困难。他千辛万苦走到了这个他的时间点了，所以给他一点时间去挣扎跟思考，到底要怎么做的最好，是我们的仁慈，跟也算我们的义务。好，虽然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要等他一下哈，因为他还在这。然后这里就有一些比较好的现象了哈。你如果真的后来跟他很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你很重要的镜子。你很多你没办法注意到的位置是你很重要的镜子，而那些镜子所照射出来的答案是你未来很重要的一些能量。你现在可能还不需要，可是你未来发现它的存在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回到前面一个题目，就是他当然很有机会成为你的新恋人，但他也会成为你的其他的关系，他可能会成为你的至少知心好友也有可能，因为你们内心有一些对话是你们两个未来才发现是你们可以谈论的。好，我先说从第一组牌阵到现在，所有属于正向、强烈的正向能量都处在一种被无形能量阻碍跟扣分打折的状况。它很像所有的好能量，就像是一个很不错的热门商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打折出售。它会有一种虚幻感，让你觉得明明这么好的商品，为什么全部都要打折出售？是不是卖得不好？是不是评价不好？不是，明明它是好的商品，这种概念哈，就像去买一本书，它明明才新书上架，为什么就已经是7、9折卖了？原因有很多，但是它给你的观感不好。所以我从第一个牌阵到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些很多大的好能量的牌都落在了这个概念上面，所以我都一直把它诠释成说有一些阻碍跟缓慢，跟没有那么顺的前来这样。好，那我们要换一个思考，应该是希望把你们的遇见跟更接近的那个状况往后推到更好的时机点啦。可能近期我们现在所能触及的一个比较近的时间点都不够好，这样子它有很多理由，目前是没看到了我觉得今天给的讯息它也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够了，满了已经太杂了。我们赶快把这里做一个结论好，这张牌跟我们第一组牌翻的时间点都差不多。未来这边有一些未来性的东西，你们相处的还不错，你们协调性很不错，互补性也不错你们的优缺点是强烈互补起来的，所以你们相处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们越来越靠近彼此的时候，会有一种更轻巧轻易的方式，你们甚至不用太多的沟通，会产生蛮高的默契，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的纷争，因为你们用很轻巧的几个几句就能够达到彼此互补的一个状态。你们很容易感觉到彼此的缺失，然后知道自己的优势可以立刻补进，然后不会去做一种责任上的分配，而是一种直接去填补、自我填补，然后两个人都互相这样填补之后，就达成一个非常高度和谐的状态。这里面全是和谐的那个牌位出现了最和谐的牌，我就不讲哪里了它的未来性就是你们相处是非常和谐的。然后这里说渐渐进入了那一个时间块了，跟我们一开始翻的是一模一样的。前面说你已经踏进了那个时间块了，这里说渐渐进入那个时间块，表示无论前后加除以2，平均起来就是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块的门口了啦，或是已经刚进门口了啦。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讲的，就快靠近中，还有一段距离。我在思考要不要特别讲这个讲一点点好了。你们是不容易找到彼此的灵魂啦。你们在很多的时空里面，灵魂遇到的时候，会产生很强烈的好奇心，想要去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是每次都追不到。这一次应该是他一直在追着靠近，终于追到比较近的位置了。
但是其实以灵魂的象限来说，你们其实不容易抓到彼此的手啦。你们一直处在一种彼此逆风的状态，彼此反方向的状态，很容易徒劳。两个灵魂要遇见，很容易呈现徒劳的状况。所以它很符合前面的这个推论，都有一种难处，都有一种艰辛，好不容易到附近的感觉。这里就只讲到这里。所以接下来你有可能遇到一个状况是，有一个你不熟悉的人，可是他跟你对话没几句，你就发现说，他好像能看得懂一些你内在自己都没有办法整理清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这一个人会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起手式。可是在这个起手式之前，你会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这样子的人，好吗？这是这整个状态，好吧？我们就乐观期待一下吧。他还要一些时间，但是他不会完全消失在你附近，你也能够敏感的去看看是谁啦。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更多人对话，好奇跟更多人对话，这样因为他现在对你的感受是敏感的，你也许会发现是谁。那我不排斥这一题你发现是谁，因为我觉得这一题需要加速一下。你可以好奇一下，或是你可以展开更宽广的心去感受他自己的出现，也可以。我的做法是不去推动他，不去寻找他，因为他找到出路跟找到跟你相处的方式，对他来讲更重要，比起你反过来找到他，给他其他的反动更重要。好吗？因为他的成长跟他找到跟你对齐的路径更重要。看你，但都没有什么缺点，只是，好吧，没有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句子。好，我觉得就这样。好，好了，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然后非常谢谢你听到这么后面。非常感谢你，真心祝福你哦。